中国股市有一个传说的交易系统叫做缠论，据说有人通过缠论这套交易系统实现了财富自由。我当时还年轻啊，听完之后心潮澎湃，决定大胆裸辞，认真研究1年。目前来说，时间自由了。当然不光是时间自由了，还有别的收获，比如说这个6日还要看盘的加班自由，比如说凌晨时等待鲍威尔宣布利率政策时，稳坐在电脑前等待心梗自由。我就纳闷，2025年了 ，AI 都开始炒币经济了，对吗？为什么还有一群人对着一套20年前写的匿名 ID 的股票教程奉若神明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抽象交易员。看完本期视频，相信大家就有答案了。缠论的全称叫做禅中说禅，禅宗的禅。中国人喜欢玄学嘛，就是掌管财富的叫做财神。那巴菲特呢，在中国会被称为股神。那缠论的作者叫什么呢？叫禅师。缠论真正封神是在2005年，当时中国上证指数跌到了998点。那禅师呢，当时在新浪博客就预言牛市要来了。你想想当年网友听了是什么反应啊？又封了一个，对吧？2年之后呢，07年大盘狂飙到6000点啊！你问现在多少点？之前那些嘲笑他的人肠子都悔青了，赶紧跑去他的新浪博客里面想抄作业。但是08年他更新完最后一篇博客的时候就人间蒸发了，该不会 cosplay 中本聪吧？后来禅师呢留下了108篇帖子，被整理为交易圣杯啊。因此时至今日呢，还有很多人去了解去学习。那传统的均线理论看价值，波浪理论数浪花，那订单流呢，那就是观察流动性，对吧？那缠论的顾名思义就是缠。缠论是一套严谨的几何语言，并且重新定义了留下了核心思想，叫做走势中完美。就是任何走势不管多复杂，最终都能分解成最基础的零件，比如说分型、笔、线段、中枢，那就像乐高搭积木城堡一样，但拆开来你就拼不回去了。总之呢，就是所有这些零件组装起来，就会形成3个买卖点。第一类买点呢，就是价格创新低，但是下跌趋势的动能减弱的转折点。说人话就是闲者时间，短时间内确实来不了第2次了，对吧？第2类买点呢，就是在一买之后再次下跌，但不创新低的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闲置时间比你想象的要长啊，我们总是高估自己，对吧？第3类买点呢，是在离开中枢之后第一次回调中枢，但是跌不回中枢的点啊。我解释一下，中枢大概就是区间震荡的意思，就是多空双方互相问候家人。这可能是趋势已经明朗确认的一个点，但是价格往往已经不便宜了。那总结来说呢，通常买点都是大多数人最恐慌的时候，在缠论里面有点像巴菲特说的那句话，就是别人恐慌我贪婪。那区别是巴菲特贪婪时上新闻，我们贪婪如果爆仓的话，那可能会在网上疯狂看新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缠论这套理论诞生于 A 股的这种草莽年代，但是加密货币市场宛如24小时的赌场啊，那这个理论还能用吗？币圈的项目大家都知道，项目故事比较多，对吧？当然事故也多。这导致经常基本面去分析就失灵了啊。川普和马斯克呢，热点大家就赶不上。那缠论这种纯粹基于价格走势的分析本身呢，这个导致每一根 K 线都是市场参与者用真金白银投票的结果。因此呢，它的走势结构可能天然记录了群体的这种心理轨迹，对吧？那反而呢，如鱼得水。有本书啊，我推荐给大家，叫做《以交易为生》，里面说市场里面唯一的风险呢，可能就是投入的资金不能换成更多的资金。那还有一个风险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那可能就是中国野生交易员被认为是无业游民。而缠论呢，正是通过视图、通过结构来量化这种风险和价值。它告诉我们应该机械化操作啊，这个买点买，卖点卖，中间持有。市场呢是可以被分类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当然也把我分类成无业游民了。缠论20年后依然奏效，那传言禅师的真名叫做李彪，正是他这样的操作才把一个股票叫做易安科技从几块钱拉到了126块，那成为中国第一只100元股。但为什么极少有他人能做到呢？就像拿到了一本葵花宝典，翻开第1页，欲练此功必先自宫，你咬牙一跺脚，他妈攻了翻到第2页，若不自宫也能成功。
不是因为它是什么精准的预测工具，而是因为缠论只是技术的一把尺，那还需要具体的策略才行。那就像海龟交易法则和量化祖师爷西蒙斯一样，就要求大家要像狙击手一样忍耐，要像机器一样执行。但问题是我们不是机器，我们是人。比如说比特币跌了2%就要瀑布，涨了1%就要起飞。好了，今天关于缠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啊！提醒大家一句，学缠有风险，入门需谨慎啊！毕竟这个知道秘籍和成为大侠之间，还隔着无数次爆仓的距离。那有可能葵花宝典的终极心法是攻了之后，怎么能有勇气面对第2天的大阳线呢？但是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，我后续准备了一个7天速成的视频啊，免费的，不卖课，点个关注呢，及时可以看到最新的内容，不用读108篇原文，也不用参悟禅道啊。这个看完之后，相信大家可以在交易上面立即参考使用了。OK，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抽象交易员，你听说过缠论吗？用起来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与我交流，我们还是下个视频见。